经济越来越差，日子越过越紧。可你发现没？水电煤气在涨，地铁票价在涨，连高铁票也在悄悄涨价。一场涨价潮正扑面而来，钱包还顶得住吗？比如重庆地铁票从2元飙到11元，广州的通勤优惠也没了。为什么生活成本越来越高？背后隐藏了什么危机？今天我们来揭秘这波涨价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自2024年以来，多个城市的地铁票都在调整。广州取消了单月满15次6折优惠，改成分段折扣，通勤成本在悄悄上涨。北京起步价从2元涨到3元，重庆更是终结了20年的2元时代，最高票价直奔11元，涨幅超10%。这一切都显示了地方财政的钱袋子，土地出让金大幅缩水之后的财政窘境。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23%，部分城市跌幅超50%，地铁等基建的补贴压力陡增，而经济急速恶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。经济下行，企业经营困难，导致税收减少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，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。同时，居民生活成本上升，水电煤气、地铁等费用增加，会进一步抑制消费，加剧经济压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根据公开的数据，水电燃气价格上涨4%至8%，可以带动 CPI 上涨0.2至0.4个百分点，更可以带动 PPI 同比提升0.5至1.0个百分点。长期以来，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补贴的重要来源。例如，佛山地铁年亏损40亿元。过去靠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进行补贴，但是现在只能涨价或缩减班次。5月8日起，佛山地铁所有线路提前30分钟收车，班次间隔也被拉长。以佛山2号线为例，屏风发车时间间隔由8分55秒变为9分55秒，晚间发车间隔由10分钟左右变为约12分钟一班。佛山地铁还以节能减碳、降本增效等名义，关闭部分车厢空调及暂停电梯。不只是地铁，2024年6月，武广高铁、沪杭客专、沪昆客专、杭甬客专等4条高铁也调整了票价，有的线路涨幅近20%。中国政府一直夸耀政府大基建的光鲜形象，背后却是天价的维护成本，建设的成本也以百亿、千亿计。但是盲目建造的地铁，很多却没有庞大的客流作为支撑，现在也不再有强大的财力进行兜底，最终陷入了债务无底洞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即使地铁票价不断上涨，但如果客流强度依旧不足，仍然无法继续经营。所谓客流强度，即单位公里每天的平均客流人次，既是地铁拥挤繁荣程度的标志，也是地铁效益和可持续性的直观指标。根据交通部数据，在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的50多个城市里，以0.7万人次每公里日的运营标准来看，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到1/3。在所有城市中，只有深圳、长沙、广州、上海、兰州、哈尔滨、北京、西安、成都这9座城市客流强度超过1万人次每公里日。部分超大、特大城市地铁客流强度不到0.5，而一些中小城市有轨电车的客流强度甚至不到0.1，最低的只有0.01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现在很多城市人口基数不断萎缩，尤其是没有庞大的城区人口作为支撑，就无法形成足够大的客流强度。这样的话，即使地铁价格翻倍，也不能支撑地铁的日常开支。城市当年的超前规划的苦果，终究还是要自己品尝。实际上，建多少地铁应该根据交通需要来定，可以适当的超前规划来满足未来的发展。
当年政府规划地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对土地财政的贡献。只要是地铁到达的地方，房价就会有很大幅度的溢价，地价也跟着水涨船高。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建设地铁，带动周边土地价格上涨，土地财政的收入增加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正循环。而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没有太多的新地供给，建了地铁也不会增加太多卖地收入。所以很多城市都以超前规划为理由，在离城市中心很远的地区规划地铁线路。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，当初锣鼓喧天建起来的地铁设施，留下的是巨大的债务和每年天价的维护费用。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在2025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城轨交通行业总资产规模超8万亿元，总债务规模超4.7万亿元，全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57%。2023年全行业运营成本为1288亿元，较2018年增长695亿元，年均增长约 18.3%。而城市地铁一直都是一项非常烧钱的公共交通服务。根据相关信息，中国地铁每公里的平均造价约为7亿元，而一线城市地铁造价超10亿元每公里则更为普遍。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数据，2019年全国轨道交通企业运营成本（不含大修更新）的中位数为每公里1126.15万元。进入大修更新期的北上广深等轨道交通企业，运营成本超过1500万元每公里。从水电煤气到地铁高铁，涨价的浪潮正在席卷我们的生活。地方政府钱袋子空了，土地财政的辉煌一去不返，留下的却是天价的基建债务和运营成本。全国城轨交通行业背着4.7万亿的债务，地铁每公里造价动辄7亿，运营成本上千万，可客流强度却只有少数城市达标。曾经的地铁梦让房价地价飞涨，如今却变成了债务的无底洞。未来涨价能解决多少问题？如果客流上不去，票价翻倍也救不了地铁的亏损。更重要的是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，我们的钱包还能撑多久？城市规划的苦果，到底该由谁来买单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所在的城市地铁涨价了吗？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，你感受到了吗？别忘了点赞加订阅，我们下期继续聊这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。